朱叔叔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，快走，快跑，快走！走！真有不怕死的！我在12年前就已经死过了。罗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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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贼！你为何要对我袁家赶尽杀绝？哦，原来你就是12年前袁家漏网的那个小崽子。我的家人，我的叔叔们，有多少人枉死在你手里？这笔账，今天我要为他们讨回来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大哥，你们先走。
要杀就杀，何必犹豫？啊！孙仲寿，嗨！众宝秘术，父与有缘，入我门中，遇祸莫怨。是什么人呢？河下土地3尺，可葬我骸骨，使我身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苦。凡葬骨者，即为我门人，然后可开启铁盒，
盒中有武功秘籍一份，藏宝图一张，得知可冠绝武林，富甲天下。前辈，我可不想贪图你的武功秘籍和藏宝图。不过我们算是有缘，我自当将你安葬。君诚心葬我骸骨，朕乃忠厚仁者，托以重宝秘术，我心无虑也。前者铁盒不可开启，盒中书谱地图军甲，且有剧毒，以惩戒贪欲恶徒耳。珍品在此小铁盒内，骸骨旁石壁有我随身利器金蛇剑，得宝剑秘籍，纵横天下可也。重宝秘术，富于有缘。入我门中，遇祸莫怨。土地3尺，可葬我骸骨，使我身居地下，不受虫蚁之苦。凡葬骨者，即为我门人，然后可开启铁盒。盒中有武功秘籍一份，藏宝图一张，得知可冠绝武林，富甲天下。君诚心葬我骸骨，朕乃忠厚仁者，托以重宝秘术，我心无虑也。前者铁盒不可开启，盒中书谱地图军甲，且有剧毒，以惩戒贪欲恶徒耳。珍品在此小铁盒内，骸骨旁石壁有我随身利器金蛇剑，得宝剑秘籍，纵横天下可也。得宝之人，务请赴浙江衢州10两，寻访女子温衣，赠以黄金10万两。此时纵具天下珍宝，亦焉得一役半日聚首？重财宝而轻别离，愚之极矣。悔甚，恨甚！金蛇郎君绝笔。金蛇郎君，好怪的名字。金蛇秘籍。强盗追得来了！识相的留下黄金，饶你性命。放狗屁！且慢！姓温的，你也来找这趟浑水？听说游龙帮倾巢出动，我当然是要来看个热闹。
荣老爷子怎么没来？哈哈哈哈！杀鸡焉用牛刀，这2个点子，我来就够了。唉，说的也是啊。这2位是我的朋友，沙老大高抬贵手，放他们一马吧。哼，说的容易，这么大一笔黄金，我们游龙帮盯了3天3夜，你一句话就想让我们收手？莫非你也想要这笔黄金？若是贪官污吏，劫了也就劫了。这笔黄金可是闯王的军饷，关系到军队补给，关系到天下苍生。这样的钱，咱们不能动啊！少拿李自成了吓唬人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弟兄们，动手！上！小辉，大崔，拿着黄金先走吧。不，我要保护你。走。大崔接着。小辉，你快走啊！小心！快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往哪儿跑？追！赶快去追，别让那小子跑了！快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把包袱留下！站住！别动！我就知道你是好人，谢了。快！站住！分开跑！好，分头追！快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兄弟，把包袱扔给我，快啊！好，接着，你包袱在那边，前面请稳点，快，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包袱在那边，快追！包袱在这边，接着！好，快追！闪开！给我！包袱在那边，快追！包袱在这边，给我！站住！快追！嗨呀！嗨！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我的包袱呢？接着！哎！怎么就是石头？就是好啊，姓文的，连我都敢耍，给我追！走，快！都怪我！我一看那小子就不像什么好人，没想到你还是中了他的圈套。可是他藏在芦苇后面就一眨眼的功夫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呢？来，上车，慢点啊！好，脚下啊！开船喽！文江，等一等。
船！把船停下！停船！停船！马上停船！快停船！快！听见没有？说你们的，把船停下来！有强盗啊！强盗！谢文的，你给我出来！袁公子，他，沙老大，你也太性急了吧！少废话！小心！谢了。住手！帮主，帮主，没用的东西，退后！今天我不在你的脸上做个记号，你就不知道老大的厉害呀！这位兄弟果然身手不凡呢，不如咱们玩上一套拳脚如何呀？晚辈区区一点雕虫小技，怎么好意思在前辈面前献丑呢？少废话，亮家伙吧你！等一等，前辈啊，你既然只用拳脚而不用兵器，那晚辈也只好徒手向前辈请教了。温兄，麻烦您了。好。你臭小子，找死！元兄，加油，加油！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元兄，你真是好功夫啊！只守不攻，还能打个平手。喂，小心啊！
上来！快上来！走走！帮主，来！帮主！走！快！元兄，这个给你。我不要。怎么，你还嫌少啊？温兄，我帮你并不是为了这些金子。我愿意把这些金子给你，你又何必推辞？我和温兄素昧平生，如此贵重的东西，小弟不敢要。我不管你要不要，反正我给你了。哎。青青，怎么了？有个姓袁的找你。真的？那他人呢？在客厅等你呢。对了，他知不知道我是？他说要找温清兄弟，我只好说你是我弟弟了。啊，你还算机灵啊！待会儿我们兄弟相称，你可别说漏了啊！哼，你呀，就喜欢装神弄鬼。真的？那好，我带你到处看看，走。不是荣彩那一帮啊，是真正的施主来了。这刀法好熟悉啊！狗贼，还我金子来！就你这点道行，还敢上门来讨东西？哼！哎，姑娘，且慢！我打不过你们，自然有比我武功高的人来讨金子。你想怎么样？不知姑娘叫什么名字？
尊师是哪一位？懒得跟你啰嗦。你可认得安大娘？你认识我娘？你娘？你是小慧妹妹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袁承志啊！啊，你是承志大哥？哎，你看，我这还有小时候温磨爬树被树枝划的疤，你摸。你真的是承志哥哥，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。瞧你认识的好人。黄口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金子就在我们温家，有本事你就来拿。三爷爷，你就是那个姓袁的？三爷爷，这就是我的结拜兄弟袁大哥。晚辈袁承志，拜见三爷爷。功夫不错，难怪你如此狂妄。晚辈不敢，晚辈只想从中调和，化解误会。哼，你说的轻巧，想调解我们温家的事，恐怕你没这个资格。那不知道谁才有这个资格？放肆！你先接得我3掌，算你有资格。铁板桥，三爷爷承让了。哼，姓袁的，我温家在江湖上也有几分名声，今晚咱们就画出道，免得日后说我们温家无老，欺负你这个晚辈。愿听前辈示下。金子是我们拿的，一共2000两，分毫不差。不过，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拿走。不知前辈要考教晚辈什么本事？这里有5个糟老头，你任选一个，过招。打得过呢，这金子就归你；如果打不过呢，那金子就归我们温家所有。打你！小弟弟，你这把剑借我用一下好不好？虽然前辈要考教兵器，晚辈却也不敢用真刀真枪，就拿这把木剑与前辈切磋切磋吧。真是太小看了，老夫行走江湖数10年，如此小觑老夫这对双锤的，你倒是初会。好，出招吧！娘，就是他。
多谢三爷爷相让。一把木剑都打不动，我要你何用？滚开！三爷爷，三爷爷，三爷爷。好本事！啊！师弟，不要伤他性命！啊！金蛇郎君，金蛇郎君在哪里？快说！各位前辈有话好说，何必动怒呢？金蛇郎君夏雪宜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他在什么地方？难道你是他派来的？我和金蛇郎君从来没见过，他怎么会派我来呢？少装糊涂！不把金蛇恶贼的藏身之所说出来，今日你就别想离开我们温家。哈，我和他非亲非故的，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不过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只怕那个地方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。哼，谁说不敢？这10几年来，我们温家一直没闲着，一直在找他。说，快说！他已经死了。娘，夫人，快把你娘扶进去！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娘，小心！阿姨，你让开，让我来对付这个恶贼。爹，是你下的毒？没错，我们还怕骗不到这小子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爹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阿姨，雪姨，我跟你一起死。对不住，我错怪你了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死的。他知道大宝藏的下落，莲子羹里边下的是醉仙蜜，吃了以后浑身无力，毒不死人的。追！无耻小人，别以为下毒就抓得了我！金蛇郎君，单打独斗，我们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醉仙蜜加上我们的五行阵，任你是大罗神仙也插翅难逃。快摆五行阵！雪姨，别阵！雪姨，我答应过你的，要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不后悔。雪姨，你不要死啊！爹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你这个贱人，在大宝藏没有起出来之前，他就是想死，我们也不让他死。
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动我脚下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后悔呀！他说我会后悔。呀！呀！哎呀！大崔，不敢当，何必多礼呢？嗨，师兄，大崔，让我来试试。我没事。好啊，不过说好了，你给我行大礼，我可不敢当啊。哎，小叔叔，小心点点穴啊！好了，吕七先生，这些金子可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吕七先生拿胡子当烟丝抽啊？这好话说啊！看他！哎，吕七先生，吕七先生，你的烟袋，烟，哎，走，快走吧！买卖不成仁义在啊！哎呀，师弟打得不错，多谢大师兄夸奖。刚才吕七先生可说了，只要能动3根金条，所有黄金奉还。兄弟，这里谢过了啊！慢着，神剑仙元门下的弟子果然高明，看在穆老爷子的份上，这金子你们拿1半去吧。什么？这不行！哎，这批金子倘若是兄弟自己的，各位拿去倒也无妨。可这是闯王的军饷，要是给各位的手下减了1半去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好，要全部归还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们必须依我们一件事，有价钱开出盘来就好商量。你不妨漫天要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。没什么价好还的，拿金子可以，但要先破了我们的五行阵。五行阵？姓袁的，你敢前来，想必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的五行阵了。晚辈不才，也只能说斗胆一试。哼哼，摆阵！
雪姨，雪姨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小子，最后劝你一句，我们也不想跟华山派结下血仇，只要你跪下来发个誓，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字也不说出去，再把金蛇郎君葬身之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。你以为我当真破不了你的五行阵？我只是现在没有趁手的兵器罢了。好，就依你，什么兵器你顺手，随便你挑。小慧妹妹，请将你的发簪借我一用。啊？什么？这……这……好了，我就再用这只玉簪子，向五位老爷子领教几招。我，肖叔叔，那簪子可是玉做的，恐怕连只甲壳虫都戳不破。哎，啊，别说了，变阵！可是橙子哥哥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？胆大还得心细，就看你师叔接下来怎么应付了。哎呦，好！玉来哥，师傅，橙子哥哥，别急。小心啊！哎呀！哎，橙子哥哥的武功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这也是华山派的武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这家宝号啊，货色繁多，五花八门，看来不是我们华山派一家进的货。他进货的路子呀，可广得很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师弟，退起来！爷爷，赢了，赢了！小慧妹妹，拿，这个还给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真的是完好无缺呀！文老大，现在你还怎么说？好，算我们栽了，金子还给你，爽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我叫袁承志。那年我爹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，锦衣卫抄了我们全家。满门上下几十口人，一夜之间全没了，就剩我一个。交出袁崇焕的儿子，休想！我爹是大明都师，带兵抗金的功臣，可那狗皇帝听信谗言，把我爹活剐了，剐了3000多刀，人都没了，还要抄家灭族。那晚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我在被窝里发抖，有人把我从后门抱走，一路狂奔。那个人叫什么来着？我后来记不太清了。只记得他背着我跑了很久，我趴在他背上，闻到他脖子里全是汗味和血腥味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说承志到了，然后他倒下了。他没死，可他也废了。为了救我，断了一条胳膊。后来他教我认字，告诉我我爹是谁。他说：“承志，你爹是英雄，你要记住。”我记得，我一直记得，那些年我什么都可以忘，就这件事忘不了。一转眼12年过去了，我长大了，个子比那个人还高了，他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胳膊还是断着的那条。他把我送上了华山，华山派掌门穆仁清收了我，教我剑法，教我做人，教我什么事是非对错。我在华山上练了10年剑，从春练到冬，从早练到晚，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当盾牌使。师傅说我天赋高，学得快，可我知道我不是天赋高，我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练。因为我得下山，我得去报仇，我不能让那狗皇帝的锦衣卫，还有当年那些刽子手多活一天。下山那天，我师傅站在山门口，他递给我一把剑，说：“承志，此去凶险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我接过剑，给他磕了3个头。我爹那一代的人早就散了，可还有人记得袁都师，还有人替他守着家业，等着他的后人回来。我找到他们了，一群老兄弟，看见我全跪下了。他们说：“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等了你10几年了。”我扶他们起来，我说：“我不是什么少爷，我是袁承志，我来是要带着你们干一件大事的。”12年前就已经死过了，也还过呀！事还没干成，锦衣卫先到了，他们早就盯着这些人了，就等着我露面，好一网打尽。罗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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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将军！那一仗打得很凶，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，我杀了几个，可他们人太多了。带头的就是当年抄我家的那个锦衣卫头目，他认出了我，冷笑着说：“袁承志，你爹当年都没能活，你还想翻出什么浪？”我冲上去跟他对了一剑，他很厉害，比我想象的厉害，我被他一掌打下悬崖。掉下去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风从耳边呼呼的刮，崖壁上的碎石砸在脸上生疼。我想，完了，我还没报仇呢。可我命不该绝，悬崖底下有棵歪脖子松树把我兜住了，我摔断了2根肋骨，
一条腿也折了，可我活着。我爬进一个山洞，洞里很黑，有一股子霉味。我摸到一具骸骨。骸骨旁边放着一把剑，金蛇剑，还有一本武功秘籍，一张藏宝图。骸骨是金蛇郎君夏雪宜的，我听说过他的名头，亦正亦邪，独来独往，江湖上谁都不敢惹他。可他也死在这破山洞里了。要杀就杀，何必犹豫？好，我在山洞里待了7天，练金蛇剑法，养伤。7天后，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脱胎换骨了。我把夏雪宜的骸骨挖了个坑埋了，坟头放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刻了一行字：金蛇郎君之墓。他教会了我本事，我替他收了尸。后来我听说有一批黄金被人劫了，是温家的人干的。温清，温家宝的大小姐，跟他的几个哥哥设了局。我顺着这条线找到了一艘船，船上坐着温清，还有几个保镖一样的男人。他看见我也不躲，反倒冲我笑了一下。我说：“姑娘，那批黄金该拿回来了。”他说：“黄金？什么黄金？我没见过什么黄金。”船走到一半，有人来劫，几个水贼提着刀跳上船，要抢东西。温清的手下跟水贼打了起来。强盗追得来了！啊！我没动，我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温清正站在他那些手下中间看热闹。他不是没本事，他是不想动手。识相的留下黄金，饶你性命！放狗屁！且慢！可水贼太多了，他那个傻哥哥被人一棍子打翻在地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他才皱了皱眉头。姓温的，你也来搅这趟浑水？听说游龙帮倾巢出动，我当然是要来看个热闹。我出手了，我闪身过去，一剑撩翻2个水贼，一脚踢飞1个，再反手把那个拿刀架他哥哥脖子的水贼踹下了河。全部功夫前后不过一会儿功夫。这2个点子，我来就够了。水贼全吓跑了。他看着我，愣了一下，又笑了。这一回笑得比上次真多了。啊、这2位是我的朋友。沙老大到了温家堡，那是一个大庄园，里面住的都是温家的人，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全是练家子，武功还不弱。3天3夜，你一句话就想让我们收手？莫非？你也想要这笔黄金？我是来要回那批黄金的。温家老大说：“你凭什么？”这笔黄金可是凭我手里的剑，关系到军队补给，关系到天下苍生。这样的钱，咱们不能动啊！温家堡的人围了上来，我先用华山剑法跟他们打了一轮，我们不吃这一套，但费了不少劲。后来我改用金蛇剑法。就这一换剑法，温家的人脸色全变了。其中一位老者往后乱窜了2步，说：“金蛇剑法，你跟夏雪宜什么关系？”我没搭腔，可我心里头明白了，温家和金蛇郎君有过节，不是一般的过节，是能灭门的那种。小辉。难怪他们看见金蛇剑法跟见了鬼似的。温馨在旁边站着，脸上的表情也变了。他看看我，我看看他爷爷，一句话没说。后来温家倒了正好，五行阵、金木水火土5个方位，5个人同时出手，佩服的天衣无缝。一般人进去连反应都来不及就趴下了。往哪跑？我进去之前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起在山洞里对着那本秘籍练了7天7夜的日子，那些苦没白吃。站住！别跑！
我破了他们的阵，温家的人全傻了。那个摆阵的老头说了句金蛇剑法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站住！黄金拿回来了，我扛着那箱黄金走出温家堡大门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温情就在后头送了一段路。我就知道你是好人。你以后还来吗？我说不一定，看情况。他没再问了。可这是闯王的军饷，要是给各位的手下减了一半去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好，要全部归还。走出3里地，我回头看了一下，他还站在路口，有价钱开出盘来就好商量。我转过身，继续走。你不妨漫天要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。没什么价好还的，拿金子可以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后来会陪我走更长的路，可那是后话了。姓袁的，黄金是拿到了，可仇还没报。想必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的五行阵了。还在，我这辈子就2件事替袁公事方案，替袁家也只能说斗胆一试。哼哼，摆阵！一件一件的讨，一件一件的翻，翻不完也得翻。12年前我爹被人诬陷的时候，没人替他说话。12年后，他儿子回来了，替他说话的人不多，可我一个人就够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山头上，把金蛇剑插在旁边的土里，月光照在剑身上，泛着金光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太沉了。可这世上总有些东西，再沉你也得背着，背不动也得背。我爹那一代背不动了，我来背。我叫袁承志，我爹叫袁承焕，你们记住这个名字就行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走了，路还长着呢，下回碰见再聊。雪姨，雪姨，你终于来了。娘，娘。